当你说中文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说的磕磕巴巴的，非常不自然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你需要的不是毫无养分的那种建议，就比如说多听多看就好了。其实这种我们都听过无数遍，对不对？你需要的不是这样的建议，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学习方法。所以在这期视频里头，我要毫无保留的跟你分享一下一个又简单又非常有效的5步计划。我敢保证啊，这个计划可以让你快速提高口语，同时也会让你说得更自然更自信。那么说到提高口语的话，我们当然得从找母语者聊天多开口说话开始说起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其实我们要从提高听力和发音入手。大家可以先找一条视频或者播客节目，然后一句一句的去模仿。我管这种方法叫做逐句练习，我和我的学生都觉得帮助非常大，所以非常推荐你试一下。那我在这儿就不多说了，直接给大家示范一下好了。我一般的上班时间早上8点到下午4点，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。中午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。中午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。闹钟我一般会定在6点半。闹钟我一般会定在6点半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语料库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有没有收集有用的例句、语块、短语、生词这样的一个习惯？没有是吧？好，那我在这儿就再次给大家示范一下到底该怎么做。就比如说啊，这就是我给我学生做的一个相当于语料库。大家能看到，就是我这边会先放那个语块或者句型之类的，然后多加点例句，还有什么拼音、英文都会加上。是这样的，其实你也没必要弄得那么复杂。你要是觉得像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种 PDF，太麻烦了，就是你直接把这个句型啊或者语块给记下来就行，然后这已经足够了啊。但是呢，对于大部分的人而言，我觉得加1、2个例句，然后偶尔的时候加拼音啊什么的，可能对于我们下一步来说啊，就是会更加方便。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啊。说到这种语料库，我知道很多学生都会觉得这整理起来非常的费时间，甚至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整理，从哪儿开始收集，应该收集什么样的东西。所以在这儿我已经给大家帮了一个大忙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视频的这个简介里头放了一个链接，你点进去看，你就能获取我已经整理好的给学生的句子开头，还有非常常用的句型，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。那我已经收集了这么多有用的语块和句型，总不能把这么好的东西就放在那儿吃灰，是不？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句子变换，根据原句来自己造一些新的句子。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啊，一开始你肯定会觉得这非常的有挑战性，但是呢，你得相信我啊，时间长了啊，你做多了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不仅在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，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，同时你也会发现，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快速掌握你所学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快来看一下啊。我一般的上班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。如果我们想要练习这个句子变换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换成我女朋友一般的上班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。又或者是在中国啊，一般的上班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。好，那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，从到我中午从12点到1点休息，你也可以改成我下午从2点到3点休息都行。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，我只是稍微换一下几个字儿，就是甚至1、2个字儿也行，就是我是根据这个原句来造新的句子，这样的话我就在反复的练习这个句型。那么自己造句，对吧？这些语块句型转移到
长期记忆里头，效果还是挺不错的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觉得不太够啊。现在我们的秘密武器来了，用填空式卡片和间隔复习系统高效复习，并且快速的让我们记得非常的牢。好，那么至于加 Anki 卡片的话，我们还是用刚才那2个例子吧。就比如说，我觉得一般的上班时间，可能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而言，还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语块，对吧？那么我就会复制粘贴啊，这个是，不好意思，我的这个 Anki 有点卡，我可能最近用的比较多，我已经把它复制粘贴到这里头。就是其实我建议你可以用2种卡片，第一种就是这种填空式，但是它是要求你打字的，你要是想要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这样能保证你不会就是瞎点，然后就是不好好学习，因为你必须得打字你才能看到答案。然后第2种就是普通的填空题，咱们找找。好，那我们选好了之后，第2步就是选我们这个填空应该放在哪。那么我觉得有2种选择啊。你要是想要一张全中文的卡片的话，那么我觉得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可能是这样。我一般的上班时间，因为你看这个语境，完全足以让你知道，就是要考的就是这个时间2个字儿，对吧？答案就是时间2个字儿。你要是想要一下子把整个语块给背了的话，那么你可以这样你加一个英文暗示，可以这么翻译吧，对吧？这样可能会稍微准确一点，好吧？稍微精准一点。好，我一般的上班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应该长什么样的啊？它是长这样的。那么你要是担心你记不清这句话的拼音，你可以把拼音放在背面，也挺好的。但是一般来说，我加 Anki 卡片是这个样子的，好吧？行，那我们再试一下另外一个例句，再给你们示范一下。好，我觉得从到这个句型也很好用给大家看一眼。那么这种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加英文，如果你觉得如果你能接受的话，你就直接这样就行了，就加2个填空所以说呢，它是长这个样子的。我中午从12点到1点休息，然后我们看一眼第2章。第2章长这个样子的，我中午从12点到1点休息，我觉得这已经完全足够了，好吧？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用我们前面4步所学的东西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只要你已经完成了前面四个步骤的话，其实你就已经具备这样的能力了。那么在这儿我给你2个选择，你就根据自己的情况选其中的一个，或者2个都用也行，看你的个人情况来决定吧。第一个选择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，也是我用的最多的，那叫活学活用。你下次找母语者聊天的时候，你争取多找点机会用你在前面4步已经学过的东西，还有就是你在日常交流当中看看你能不能多用，甚至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不定还会学新的东西。反正我觉得这个流程还是对于巩固来说还是挺好的。第2个其实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在干嘛？我在拍中文视频。我非常建议大家多拍自己说中文，这比较适合没有条件去找母语者聊天，比如说你周围没有母语者朋友或者你所在的国家可能华人比较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你多拍自己说中文，然后要么就发给中文老师，或者你有的话也可以发给中国朋友，要么就是直接上传到 AI， 然后让 AI给你反馈，比如说帮你纠正一下发音错语法错这些。 AI 已经到了那种可以直接帮你纠正错误的那种水平，所以当然找母语者会更好，但是没有办法的话，我觉得 AI 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。那好，那今天这5步已经是我的完整系统了，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步？
你可以在评论区里边告诉我你到底最喜欢哪一部，你准备怎么把这个系统融入到你的学习流程当中，我还是非常的感兴趣啊，所以你可以多跟我交流。那么如果你已经学了很多词语，但是开口说话的时候还是经常卡住，甚至有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，问题很有可能根本不在于你的词汇量，你的词汇量大概率已经是够大的了。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答案就在这条视频里头。